全民进入海上求生世界，开局一个小木筏，一个神钩，一张活命指南。当务之急是弄清生存规则，尽快收集生活物资，保证自己能存活下去。根据求生指南的提示，我大概了解了生存规则。只有3天的保护期吗？甚至还有可能遭遇其他人的攻击，这就有点意思了。想到这里，我心念一动，直接打开了聊天面板，稍微浏览了一下聊天信息，全都是刚穿越过来的人惊慌失措的消息。我不禁摇了摇头，随即关闭聊天面板。举目四望，只见周围漂浮着各类物资。我开始使用神钩打捞海面上的物资，要尽快去制作鱼竿和海水净化器等物品，这样食物和饮用水才能有保障。在尝试了5次之后，我终于打捞上来一只木桶。才3块木板，这奖励也太寒酸了吧！我把木板收入背包空间，突然我的脑海中响起一个声音：恭喜宿主成功绑定神奇幸运系统。系统？难道我是主角？宿主所获取的物资将会获得翻倍效果，获得稀有道具的概率也会大大提升，并且触发特殊事件的几率也会大幅度增加。这么好，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外挂？我尝试又扔出神钩，这回一次就命中了木桶。打开木桶，提示音不断响起。我丢，居然爆出了图纸，果然物资丰富很多啊！接下来我又开始疯狂的打捞物品，收获果然都有翻倍。在疯狂甩钩后，我有些体力不支，一阵饥渴感涌了上来。趁着休息，先制作鱼竿或海水净化器。我清点了一下背包里的物品，现在已有。我拿出刚刚获得的鱼竿图纸，开始制造鱼竿。由于您是第一个获得紫色道具的玩家，稍后系统将会进行公告，请问您是否想要隐藏自己的姓名？那必须选择隐藏自己姓名，毕竟这么恶劣的生存环境，傻子才会暴露自己。我刚说完，突然出现了世界消息：恭喜玩家某某获得全世界第1件紫色道具，特此公告。语音播报了3遍才结束。我打开聊天页面，里面果然炸了，都是一些羡慕嫉妒的言论，还有人科普了一下道具品质对应的颜色。这帮人真是闲的蛋疼，不就是一个紫色道具吗？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我又打开制造面板，制作出了普通海水净化器和烧烤架。把2样道具放在木筏上后，我发现这木筏实在是太小了，于是我开始用打捞上来的木板扩建木筏，从之前的4平米扩建成20米，感觉还是有些小啊。于是20米的木筏又扩建到50多米。看了一下海水净化器，要好几个小时才能净化出1杯淡水，于是我拿出鱼竿准备开始钓鱼。不用鱼饵也能钓鱼，这么嗨的吗？全民进入海上求生世界，我拥有神级幸运系统，获得稀有完美道具。我把鱼钩甩入海中，等了几分钟后，鱼上钩了。好家伙，没鱼饵都能钓到鱼！我立即把飞鱼放在了烧烤架上开始烧烤，闻着烤鱼的香气，肚子叫得更厉害了。初级烧烤架就是辣鸡，真的好慢，再不好就要饿死了。又等了10分钟，飞鱼终于烤好了。我狼吞虎咽地把鱼吃得干干净净，饥饿感消减了一些。只有3分饱，再去钓一条。于是我拿出鱼竿又开始钓鱼，这回很快鱼就上钩了。特殊的飞鱼，难道是能增加属性的鱼？我把这条特殊的飞鱼放烧烤架上，烹饪的速度明显快了很多。这条比上一条口感也好很多。吃完鱼之后，我的饥饿感已经全部消失了。恭喜玩家获得力量值+1。卧槽，真的能增加属性，真 nice 啊！我打开人物面板查看了一下自己的信息，力量值果然增加了。要是我一直吃这种特殊的飞鱼，属性值那不是可以无限增加？我赶紧又开始钓鱼，钓起一条特殊的飞鱼尝试。烤着吃了后，这次属性值并没有增加。看来每种特殊的鱼类只能增加1点属性值。也对，要是能无限加属性点，那和开挂有啥区别？那绑定的神级幸运系统算不算开挂呢？我卢本伟不笑开挂。吃饱后，我继续进行着枯燥的钓鱼，实在是没有其他事情做。哎，这世界要是有短视频和荣耀该多好。于是无聊的我打开了聊天界面，开始窥屏。突然，一条消息吸引了我的注意。良好品质，我这个神级幸运系统的挂逼，忙活大半天才只有1件完美级别的鱼钩。海上材料虽多，但高品质的道具真是一金难求啊。良好品质要比普通款好用得多，之前的绳钩耐久度也快见底，马上就要报废了。这良好品质的绳钩，说什么都要收入囊中。我点了一下那个人发布的消息，进入私聊窗口，画面中出现请玩家输入聊天昵称。我用意念输入路人甲这个名字，这名字很符合我一向低调的骚气。哥们儿，良好品质的绳钩咋卖？100个木板，100片棕榈叶，50个塑料，卖家50个玻璃。我丢，你也太黑了吧！兄弟，物以稀为贵，高品质的道具现在可是重金难求。你去频道里问问，良好品质的绳钩，只我这里有。便宜点，咱就直接交易。兄弟，都已经打骨折了，您要是买不起，就别耽误时间。好吧，直接发交易。
我把他说的材料放到对话框里，然后拿出绳钩。反正我有神级幸运系统，想要材料就只多耗点时间。这时有鱼上钩了，哎，只是条普通的飞鱼。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钓了10几条飞鱼，其中只有2条是特殊的。看来这片海域只能钓到飞鱼，特殊飞鱼概率也非常低，材料也基本上用完了，还是继续收集物资吧。不好，是鲨鱼！全民进入海上求生，开局第1天我就遇到了鲨鱼攻击，我急忙打开制造面板，制作出长矛。小样，敢养木筏，看小爷扎不扎你！要是再来搞破坏，直接戳爆你的狗头！哦不，鲨鱼头！我丢，面积少了这么多，看来必须解决掉这鲨鱼，不然就要凉了。我用烧烤架烤了一条飞鱼，引诱鲨鱼过来。小样，你终于来了！用长矛猛戳几次，终于命中鲨鱼要害。恭喜玩家成功杀死鲨鱼，获得称号“鲨鱼终结者”。我丢，这牛叉的称号！我打开属性面板，再次查看信息，称号栏显示鲨鱼终结者。真是奈斯，这不就起飞了？鲨鱼尸体马上消失，请玩家及时打捞。我急忙把鲨鱼的尸体拉到木筏上，开始处理。这鲨鱼头套也太敷衍了吧！收好物品后，我去海水净化器前喝了杯水，然后打开状态面板看了眼自己的状态，状态都很好，可以开始干活了。我掏出良好品质的绳钩，准备开始打捞海上的材料。咦，还有自动校准功能，这就很奈斯啊！这300个单位的材料没白花。我开始进行打捞，绳钩也可以自动吸附周围漂浮，可以等它吸附足够多的物资后再把它拉回，这就大大提高了效率。这时我看到远处有一个木桶出现，每隔1小时木桶出现一次，这木桶就像开盲盒一样，我得到了5、6个木桶，只有1个爆出图纸，其他都是材料，不知道这会是什么。还以为绑定了神级幸运系统就能获得各种稀有道具，这木桶好沉啊！希望这次爆出一些好东西。我丢，这么多奖励！泥土，这不可以种蔬菜和农作物了。这次真给力，爆了张优秀品质的图纸。又经历了数个小时的打捞，天空上渐渐出现了晚霞，真是太美了。或许海上的生活也不错啊。我打开空间背包，查看了一下今天收获的物资，不错，比上午我收集到的材料多。打开聊天面板，再次窥屏。之前胡侃瞎聊的人已经不怎么冒泡了，可能已经嘎了。大家都在以物换物，为什么不用金币呢？每个人都有初始的10金币，等后期资源不再急缺时，金币肯定会成为通用货币。背包里还有几条能增加属性的特殊飞鱼，还是放到交易市场卖掉。我把4条飞鱼按每条100金币的价格摆到交易市场，没几分钟就有个叫职业奸商668的人给我发起私聊。兄弟，你在拍卖场挂的飞鱼哥全要了，就是能不能优惠点？老兄，我这飞鱼绝逼是好东西，你应该也看到了，这是能增加永久属性点的。要不是考虑到初始只有10金币，小弟我肯定会挂高价的。老哥知道是好东西，不然也不会私聊你。这样吧，你再便宜20金币，哥全拿了。老兄，这已经是最低价了，你要是嫌贵，那就换一家看看吧。好吧，那就100金币，我全买了，就当交老弟你这个朋友。恭喜玩家，你挂在拍卖场的飞鱼已经全部卖出，获得金币400。我打开信息面板，查看了目前的信息，金币已经增加到410个。没想到这么容易就卖掉了，看来这哥们儿是个爽快人啊。兄弟，别人买卖东西都是用材料或者实物交换，为啥你要用金币？说句不好听的，现在金币不值钱啊。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金币？你不用套我的话，懂的人自然都懂。兄弟，你是个聪明人，以后有啥好东西记得私我，保证价格公道。说完他就退出了私聊。我打开世界聊天面板，想看看还有没有啥稀有道具出手。清仓大甩卖喽，可以永久增加属性的特殊飞鱼，只要150金币喽，保证物美价廉，也可以用物质交换。我操，这人真是人如其名啊！海上求生第2天，拥有幸运系统的我获得了最高神话品质的道具。海水净化器里的水都喝光了，一台普通的海水净化器每天出的淡水根本不够喝。于是我拿出下午获得的图纸，制造了一台优秀品质海水净化器。这效率也太高了，是普通品质的4倍。等我攒够自己喝的淡水之后，可以把多余的淡水挂交易市场卖掉。接下来我用材料制作帐篷，把它安置在木筏的中心，这样就不怕晚上有鲨鱼捣乱了。忙活了1天，终于可以躺平了。哎，这就是打工人的1天，多么朴实而无华。我打开聊天界面，开始窥屏。好家伙，这么快就有人组建工会了，说不定以后真的能成为一方大佬。不过这跟我有啥关系呢？反正有超级幸运系统，就算不跟别人组队，也能在这片大海上过得美滋滋。一觉睡到第2天，
一阵剧烈的晃动把我惊醒。我去，地震了吗？木筏是撞在礁石上了，还好木筏足够结实。我打开制造面板，做了一个金属锅，开始展示我的厨艺。我将淡水倒入锅中，然后把鲨鱼肉取出切片，再放入一些从礁石上采集的海苔。完美，静等海鲜汤出锅。打开聊天面板，看看早上的人都在做什么，这也是无聊的我唯一能找到的乐趣了。居然有人获得了面包，看来运气不错。我要不要也买一块面包呢？还是算了，炖鲨鱼肉它是不香吗？要啥面包？但是看他们刚才买面包挺拼的，不如就大发慈悲，奖励他们一碗海鲜汤的图片。我把海鲜汤的图片发到世界频道，这些人果然炸。看见大家这么热情，我就放心了。干饭干饭！玩家尹清瑶想要成为您的好友，是否同意？居然有人发来好友申请，同意。您好，请问您是如何击杀鲨鱼的？可以指点一下吗？我跟你熟吗？为毛要指点你？点赞关注倒是可以考虑一下。我怎么了？你的海鲜汤还有没有多的？我想买一份。200个木板，200片棕榈叶，100个塑料。这么贵你咋不去抢？别人一个面包才只要100个木板好不好？那你去买面包啊，我又没迫你买海鲜汤。看对面再没动静，我准备关掉对话的时候，对面发来了交易申请。我把剩下的海鲜汤全部打包放进交易面板。啊，这回赚大了！吃饱喝足之后，我打开了制造面板，制造了一个潜水护目镜。趁着现在木筏在礁石处停下，我去海底探索一下。作为游泳爱好者，我很快就到了海底。怎么都是些水藻和贝壳啊？咦，我去，居然有宝箱！把宝箱收入背包，我赶紧回到木筏上。要是有潜水服和氧气瓶就好了，以后必须想办法打捞金属矿，然后找到图纸，制造个轮船。我从背包拿出宝箱打开，一连串的提示音响起。这回赚大发了！夜明珠可以当电灯泡，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晚上摸黑了。不过这张转职证明书是什么东西？我滴个乖乖，竟然是最高品质的道具，这也太牛掰了吧！这要是传出去，肯定会让所有人都疯狂。咦，等一下，介绍说明里的未开放是啥意思？难道说现在这个道具还无法使用？这时我想到了人物面板上有个职业的数据栏。我明白了，转职证明书可以让我选择一个职业，只是目前还未开放职业系统，所以后面才会显示未开放3个字。那么也就是说，我在职业系统开放之前就已经达到转职条件了，这就是神级幸运系统的好处吧。否则就算开100个宝箱，我也不可能开出神话等级的道具吧。我收好转职证明书，打算把完美海水净化器也制作出来。这完美品质的海水净化器需要的材料也太多了吧。全民海上求生第3天，我竟然钓上来一个神兽。系统，你为啥要给我一份完美品质的净化器图纸啊？我的心好痛，系统还我材料。但当我看向完美品质净化器的介绍时，心痛感顿时没了。乖乖，这效率简直是小刀拉屁股，让俺开眼了。淡水出售计划可以提前了，到时除了自用，其他全部挂交一行，趁着这个风口大赚一笔。转眼第3天，我的木筏上又增加了3台良好品质的海水净化器，一台是从木桶里开出来的，另外2台是跟别人买的图纸。接下来俺的创业之路开启，以每杯5金币的价格出售淡水。购买的人是真多啊，刚挂上就被秒，今天净赚1000多金币。我打开人物面板，看了样我的金币已经有4000多了。这时我的鱼竿突然动了，希望这回钓上来的是特殊飞鱼。话刚说完，系统就跳了出来。恭喜玩家获得神秘宠物蛋，鱼竿也在这时宣布报废。真没想到最后一次竟钓到1枚宠物蛋，这波大涨啊！你妹的系统，你送个宠物蛋也不附上使用说明，不会让我直接放在屁股下吧？恭喜玩家宠物蛋获得孵化值+1，握在手上也能行，总算不用当鸡妈妈了。我一边捧着宠物蛋，一边日常窥屏。我丢，这年头竟然还相信网恋，单身贵族他不香吗？非要搞个双身？接下来的话题都是在讨论明天会发生什么，毕竟保护期就要结束了，海上的幸存者都有可能成为敌人。仅凭自己在海上活下去就很难，所以大家都在寻找队友，组建工会。现在光明工会就已经招到数百名成员，是现在实力No.1的玩家工会。这时突然弹出私聊窗口，是昨天的职业奸商668。Hello， 兄弟还记得哥吗？有事说事。是这样的，哥哥，我刚组建了一个奸商工会，兄弟有兴趣加入吗？没兴趣。好，老弟先别急着拒绝，等你考虑清楚了，随时扣我。好家伙，工会招人都招到我这里来了，现在和谁都不熟，贸然组队的话，很可能出现各种问题。恭喜玩家宠物蛋的孵化进度已满，是否孵化宠物？孵化。我看着宠物蛋慢慢消失，
出现在我眼前的竟然是……卧槽，可达鸭！小爷我盼星星盼月亮，以为能出一只牛逼哄哄的宠物，系统你就给我一只可达鸭！我不会是绑定了个假的神级幸运系统吧？这算哪门子的超级幸运啊！该死的系统，还我神兽！可达鸭突然吐了我一脸口水，然后歪头一脸呆萌地望着我。好，敢吐你爸爸一脸口水，等你小子长大了，看我不把你做成美味烤全鸭！神秘宠物可进化，每次进化都会改变形态，拥有冰龙血脉，可使用水系技能无敌水泡及冰系技能急速冰冻。我听着系统说出的可达鸭详情介绍，瞬间打消了烤全鸭这个念头。卧槽，冰龙血脉！我看着可达鸭，这傻不拉几的样子，跟冰龙有根毛的关系啊？系统，你这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这傻货居然还能使用水系和冰系两种属性技能。那么小爷，我是跟他不签订契约呢，还是不跟他签订契约呢？海上求生第3天，我孵化了一只神兽，到底要不要签订契约呢？算了，赌一把，至少他现在有2个非常不错的技能，对我的帮助应该会很大。恭喜玩家，你与神秘宠物成功签订契约。以后你名字就叫阿黄，知道了吗？我把这小家伙喂饱后，让他给我展示一下技能。我记得你有2个技能，一个是无敌水泡，另一个是急速冰冻。这样吧，你先展示一下无敌水泡这个技能。别紧张，你就按照自己的本能，顺其自然的发动天赋技能就行。好，接下来请开始你的表演。阿黄，你听清楚了，我是让你发动无敌水泡的技能，不是让你吐口水。我狼狈地从海里爬回木筏，看着可达鸭，心里没有生气，反而都是欢喜。不错，第1关测试你已经通过了。接下来，请展示你的第2个技能——急速冰冻。我还没反应过来，整个人直接被冻成了一个冰块。我进行着打捞，几次打捞上来的木桶里都是一些材料，没有特殊物品。明明记得有人获得过面包和新鲜水果，为什么我就没有呢？难道说他们不是从木桶里获得的面包和水果？我这神级幸运系统是假的吧？这时，我看到海里突然冒出来一个黄脑袋，你他喵的吓死我了！赶紧给老子滚上来！我一把抓起阿黄，我去，怎么这么沉？恭喜玩家获得粗糙的体矿。我操，这家伙竟然能去海底挖矿，这也太牛掰了吧！又有鲨鱼，我掏出长矛刺了过去，鲨鱼开始在木筏周围徘徊，并不离去。得在晚上之前解决它，不然没办法睡个好觉了。我还想用烤鱼的办法引诱鲨鱼过来，但是这只鲨鱼并不上当。这时，阿黄突然跳进海里。阿黄，那边危险，快回来！正在我着急时，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只见可达鸭向靠近它的鲨鱼呼了一口气，鲨鱼瞬间变成了一个大冰块，紧接着一发无敌水泡，冰冻的鲨鱼瞬间化成碎片。阿黄，好样的！看他一通输出，估计消耗了很多体力。我把背包里的鱼都拿出来扔给阿黄吃了，才把它给喂饱。这小家伙是真能吃啊！又要钓鱼了。如果没穿越，我现在应该已经找到工作，开始上班了吧？我一边用普通鱼竿钓鱼，一边乱想着。上回那份海鲜汤卖的确实有点贵了。于是我给云清瑶发了信息，海的某个地方，云清瑶已经被鲨鱼尾随了3天了。我要不要再去问问那个萧可，他到底怎么把鲨鱼杀死的？不行不行，我可是堂堂云氏集团的大小姐，从来都是高高在上的姿态，什么时候低三下四的去求过别人？突然一条好友消息弹出，打开建造面板，在武器一栏里找到木质长矛，把它打造出来，然后用木质长矛去对付鲨鱼。还有，鲨鱼的弱点是它的脑袋，建议瞄准它的脑袋进行攻击。不用谢。对啊，我可以打造武器对付鲨鱼，之前我怎么没有想到呢？他以前把精力都放在了打捞物资和钓鱼上面，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其他事。这片大海上有很多人和云清瑶一样，不知道如何对付鲨鱼。隔了许久，我收到云清瑶的回信，只有一句谢谢。一句谢谢而已，能当饭吃吗？哎，普通品质的钓鱼竿实在太垃圾了，钓不到增加属性的飞鱼就算了，钓鱼效率还这么低，要是还有完美品质鱼竿就好了。想到可达鸭那惊人的胃口，我只能硬着头皮继续钓下去。就在这时，我突然看到远处出现了一座岛的轮廓。我去，终于看到岛屿了！全民海上求生第3天，我终于看到了有海岛出现。我用材料打造了船帆和船桨，再将它们安装在木筏后，行驶速度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很快就到达岛岸。岛上长满了棕榈树、香蕉树和其他未知的植物。就想知道岛上是否有兔子，这样晚上就有口福了。我手持木质长矛和石斧登岛寻宝，这次没带可达鸭，因为它还在消食。漂流了好几天，终于踏上陆地了。一路上，我摘香蕉摘到手软。
吃了好几天的鱼，嘴里都是腥味，总算可以换换口味了。咦，居然还有西瓜！我摘了西瓜，刚准备离开，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把西瓜藤种到木筏上去，那不就能天天吃到西瓜了？本来还想把香蕉树连根挖下来，种到木筏上，但想到香蕉树那个重量，要在木筏上种植实在不现实。我小心翼翼地用铲子挖西瓜藤。哦耶，果然可以！我又挖了足够多的土壤，然后继续前进。在草丛里发现了地瓜，地瓜也叫做芍，是一种非常高产的农作物，且有极强适应能力。这次捡到宝了！我强忍着激动，拿着铲子将芍和芍藤全部打包。在岛上转了一圈，也没找到适合居住的地方，于是我回到了木筏上。突然，一头黄色向我扑来。别闹，看这是什么？我将香蕉喂给可达鸭后，开始种植西瓜藤和红薯藤，将它们栽进塑料盆，然后用净化出的淡水进行浇灌。现在购买淡水的已经很少了，只能奢侈的用淡水浇灌了。终于种完了。阿黄看着2盆绿意盎然的藤蔓，张嘴啄了过去。阿黄，这个可不能吃。阿黄吐了我一脸老痰后，不服气的转身就走。夜幕降临，我躺在床上，保护期要结束了，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第二天早上，我被系统提示音吵醒。系统升级已完成，请各位玩家及时查看公告。我看了半个小时的公告内容，得出以下信息。这还挺吉利的，直接666啊！我丢，这么高级的吗？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我已经有了一本转职证明书，进入副本的事可以先缓一缓，等别人试水后再说。除了开放职业功能以外，系统还开放了成就功能，所有人都可以通过猎杀怪物或达成某个特殊成就获得成就点。成就点可以去系统商城兑换物资以及不同品质的装备和副本入场券。我打开了成就点兑换商城，第一页是各种物资。如果用材料去兑换成就点，兑换比例就是100:1。瞧瞧，这就是万恶的系统，玩家永远都是韭菜。商城的第2页是装备，根据装备的品质决定兑换所需成就点。第3页就是副本的3个末世入场券，副本是有等级的，可以根据自身实力自由选择相应等级的副本。虽然系统商城一如既往的坑，但总体来说作用还是蛮大的。我打开聊天频道，看到一片哀嚎。我突然意识到系统升级后，虽然增加了玩家变强的途径，但也相应的变得比以前更危险了。我赶紧拿出转职证明书，只有转职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强。全民海上求生，我成为史上最强玩家。检测到玩家具备转职条件，是否进行转职？是，选战士。恭喜玩家成功转职为战士。我看着手里小型盾牌及锋利的长剑，不好啊，这不直接起飞？我打开了信息面板，力量竟然从21点变成了51点，好家伙！这100点成就应该是我获得鲨鱼终结者这个称号，系统补发的。由于您是第一个转职的玩家，稍后系统会进行全世界公告，请问玩家是否隐藏自己的真实姓名？隐藏姓名？不，这次不再低调了。我现在的实力属于世界第1梯队，就算有人想打我主意，也得掂量掂量自己够不够格。我可以通过提升自己的知名度，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以后组建自己的队伍就方便了。系统，请公开。下一秒，整个世界的人都听到这个闹心的系统声音。特此公告，恭喜玩家肖可第一个转职成功。顿时聊天频道瞬间炸锅，同时我也收到很多好友申请，许多人发来私聊，想让我带他们一起通关副本，还有很多人给我发来交易申请，想用物资和金币购买副本通关攻略，连最强光明公会的会长李光明都向我抛来橄榄枝，不过我都没搭理他们，因为我也不知道咋通关。就在我要关掉聊天面板的时候，突然收到云清瑶的私聊信息。刚才系统公告上的那个人是你吗？你猜猜？猜个大头鬼啊！直男癌晚期，活该现在还单身。云清瑶切换成区域聊天频道。花，就是你了。看见有人在频道里发组队消息，云清瑶没丝毫犹豫，直接跟对方发起私聊，对方很爽快地答应云清瑶的组队申请。此时我刚吃完早饭，当务之急应该是收集更多的物资，以备不时之需，还有就是找机会烧怪升级，提升自己的实力。我看着小岛上长着的棕榈树，准备砍伐几棵，收集一些材料，必须赶紧收集足够多的木材，建造一艘轮船出来才行。阿黄，想不想跟你爸爸去小岛溜达溜达？我挑选了一棵十分茂盛的棕榈树，抡起石斧开始砍树。好家伙，这一斧头下去，获得了20个单位的材料，简直赚大了。1个多小时后，我收集了上千单位的材料。在海上辛辛苦苦也就收集数百单位的材料，这效率简直了。突然，可达鸭叫了起来，这是有危险！我身后传来恐怖的嚎叫声，一头体型堪比大象的丛林狼朝我袭来。全民海上求生，我登上岛屿，被丛林狼袭击。看着向我袭来的狼，我准备一个滑铲过去。Stop！ 我可是战士啊，直接砍不就完事了吗？
昨天来还没丛林狼，难道是系统升级的原因？我收集了丛林狼爆出的材料，狼肉用来烤肉，狼牙做成饰品，而狼皮则做成装备。肉留着，我和可达鸭可以吃。狼牙和狼皮需要生活类职业才能制作，留着也没用，还是直接卖掉。忽然，身后又传来狼嚎，我赶紧用盾牌挡住丛林狼的攻击，顺势砍一刀。小样，知道爷爷的厉害吧？正当我得意之时，又出现了2只狼。你妹的！铁爷上演葫芦娃救爷爷的戏码是吧？阿黄，用急速冰冻把左边那狼给冻住。啊嚯，还多出2枚金币，今天真是个好日子。那只被我砍伤的狼准备逃跑。阿黄，用无敌水炮干他丫的！我反手解决了冰块狼，真过瘾啊！4只丛林狼，40点经验值。这座小岛上恐怕不止这4头丛林狼，正好当做刷怪升级的场地。阿黄，我们走，打怪去。看着可达鸭那无精打采的样子，我才想起来他每天只能释放2次技能，没办法，只有带着他回到木筏上开始烤肉。趁着休息时间，我打开拍卖面板，将所有狼牙和狼皮挂上拍卖。唉，还是本少爷有良心。支付宝到账。好家伙，这才几分钟就全秒了，速度真快。玩家李文浩请求加你好友。这货加我好友干嘛？同意。哈哈，果然是小可大佬，我就说嘛，现在不可能有人能独自猎杀野狼。请问你有吗？是大佬，是这样的，我跟现实里的朋友组建了个队伍，想请你加入。抱歉，不熟。大佬不愧是大佬，说话都这么高冷。这跟高冷有根毛的关系？是真的跟你们不熟。哈哈，没事，我知道大佬瞧不上我们这样的小队伍，我加你好友就是想问问，以后你有了狼牙和狼皮，能不能直接跟我交易？我怕手速慢了，材料会被别人抢走。没问题，谢谢大佬。不客气，小事一桩。大佬，你真不考虑加入我们的队伍吗？可以把队长的位置让给你。我直接关掉了聊天面板。他是跟现实的朋友一起组建队伍，彼此之间肯定非常熟悉。我这个外人突然加入，气氛肯定会不对劲。休息好了后，我准备再去找丛林狼升级。这回可达鸭就在木筏上休息，一下午嘎了10几头丛林狼，等级从1级升到了2级。看着天色开始变暗，我返回了木筏上，毕竟狼有夜视能力，而我没有。我整理了一下，将狼皮和狼牙全部交易给了李文浩。半个小时后，哈哈，抱歉大佬，没想到一下子交易这么多材料，预算有点不够，跟其他朋友借钱去了，耽误了一会儿。没事，只要最后没少我的钱就行。大佬，说实话，现在大家都在用以物换物的方式买东西，金币根本不值钱，而且自从系统升级以后，各种材料的价格好像比以前贵了不少，因为材料可以用来兑换成就点，但是金币却不行。所以你的意思是？哈哈，那我就敞开天窗说亮话，下次再交易，能不能用木板跟大佬交换狼牙和狼皮？抱歉，我不缺材料，咱们还是用金币交易。此时的某处海域上，大佬果然是大佬，跟普通人就是不一样。浩哥，咋啦？难道那位大佬不卖给咱们狼牙和狼皮了吗？不是，他已经把东西全卖给了咱们。刚才我只是建议用材料跟他做交易。现在不都是流行以物换物吗？大家各取所需，不是很好？可他却说自己不缺材料。这年头还有人不缺材料，真不愧是牛人。全民海上求生，出现杀人夺宝事件，被追杀的居然是他。我调出人物信息面板，看来每提升1级，力量值就会增加10点，而耐力值则会增加5点。还多了一个智力属性，这属性应该和法师有关。我又打开了技能面板，要是杀怪能报技能书就好了，那我的战斗力就有质的飞跃。我在聊天频道看到有人拿到了通关副本技能书，但只是弓箭手才能用，不然说什么也要买过来。等我把这座岛上的丛林狼杀完，就去副本试试水，说不定运气好，爆出一本战士使用的技能书。这时私聊窗口弹了出来，喂，在吗？在吗？在的，怎么了？我遇到了麻烦啊，这跟我有啥关系？帮帮我，现在的我只认识你一个朋友。抱歉，跟你不熟，所以还算不上朋友。姓肖的，你到底帮不帮？不帮。看对面再没说话，我就切换到区域聊天页面。C 区的玩家都在讨论一个队伍爆出转职证明书，却因分配问题而自相残杀的事。杀人夺宝，这么老的套路也能发生？求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保佑，不要让我遇到这样的队友。当我准备睡觉时，私聊窗口又弹了出来。我这里有一本转职证明书，只要你答应帮我，就把它送给你。不需要，我已经成功转职了，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哦对，刚才一着急给忘记了。不过我这里还有一本技能书。什么职业的技能书？战士。
我看着云清瑶发过来的技能书详情，乖乖，这可是好东西啊！说吧，想让我怎么帮你？很简单，现在我正在被人追杀，你帮我解决掉他们，技能书就是你的了。不会吧？云清瑶是刚才聊天频道说的那个倒霉女玩家，这本技能书真不好拿。不过当得知追杀他的那两货只拿着木质长矛和匕首时，我顿时松了口气。好吧，这个忙我接了。不过先说好，事成之后你一定要把那本战士技能书给我。一言为定，你把坐标发我，我现在就去跟你会合。第二天，我问了云清瑶现在的位置，得知一晚上他才走了一半路程后，我顿时一阵无语。木筏还是太落后了，必须尽快建造出一艘轮船才行。在云清瑶还没来之前，我还是带着阿黄把岛上的丛林狼全部嘎光，争取等级升到3级。很快我发现所获得的经验和金币比之前少了一半，这应该是我等级提升了的原因吧？也对，要是一直猎杀低等级的野怪就能快速升级，那还去猎杀高等级的野怪干嘛呢？管他呢，还是先把这座岛上的野怪清理完再说。我全程没再让可达鸭出手，把他留着当杀手。一番大杀特杀后，我开心地看着地图上已经没小红点了，这意味着岛上的丛林狼都被我解决了。突然这时，不远处传来一声极为嘹亮的狼嚎。当入侵者嘎光所有丛林狼后，3级精英怪丛林狼王就会从沉睡中醒来，将会把入侵者撕成碎片。哟呵，幕后大不思终于要登场了！海上求生，我打败所有丛林狼，并打败了狼王，获得了可以增加暴击的狼王项链以及一把黄金品质的剑。好家伙，爆了这么多好东西！这狼王项链附带一个技能就很厉害了，没想到这把堕落之剑竟然附带了2个技能。虽然这个技能很厉害，但我希望自己永远都不会触发这个技能。如果解开封印的话，会不会比现在更厉害？系统，请问如何才能解开堕落之剑的封印？玩家必须触发跟堕落之剑相关的隐藏任务，才有可能解除封印。还有隐藏任务？系统大大，如何才能触发隐藏任务呢？请玩家自行探索。看样子，想要解开堕落之剑的封印，只能碰运气了。恭喜玩家成功绑定封印的堕落之剑，成为该剑的唯一主人。我去，这把剑竟然能自动认主，还挺有灵性的。有了这把黄金品质的武器，别说对付2个亡命之徒，就算是对付2个同等级的战士玩家，我觉得自己也有一战之力。有人来了，那肯定是云清瑶他们。云清瑶，这座岛上只有我们3个人，就算你喊破喉咙，都没有人来救你。大哥说的没错，云清瑶，我劝你还是早点交出我们要的东西，这样我们会考虑让你多活几天的。张震、王海，你们俩为了私吞副本奖励，竟然杀死了自己的队友！你们这样的恶人，早晚有一天会遭报应的。云清瑶，这里可不是地球，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天王老子都管不了我们，你少拿这种话吓唬我们，真以为我们哥俩是从小下大的？竟然是一只鸭子！大哥，这几天咱们一直都在吃烤鲱鱼，都快要吃吐了。等下收拾完这个女人，正好把这只肥鸭烤熟了吃。阿黄，我不是早就说过了，不让你出声，你怎么就是不听话呢？你是谁？躲在这里做什么？我，一个流落在这座孤岛上的幸存者，刚才正在这片沙滩上溜鸭子，没想到刚好碰见你们在欺负一个女生。你是小可？我懒得和他们2个废话，直接一剑一个把2个人给砍了。我去，战斗力怎么这么弱？杀得好，这种恶人死有余辜。突然2缕黑气从他们身上冒了出来，被堕落之剑吸收。我查看了一下堕落之剑的状态，2个魂能只增加了1%的经验值，看来想要把它提升到2级并不容易。云清瑶把那本战士技能书给了我，居然还是本优秀品质的技能书。与此同时，我的脑海里多了一套全新的剑招。原来你的职业是战士，怪不得当初我请你帮忙，你会答应的那么爽快。那你以为呢？如果我没有这本战士的技能书，你会帮我解决麻烦吗？我们很熟吗？萧可，不管你是出于何种目的帮我，我都要感谢你。别，千万别谢我，咱们只是利益关系而已。咦，这是你在岛上抓的野味吗？刚好我做烤鸭的手艺还不错，晚上可以给你录2手。他好像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废话，这可是我的宠物。还有，它不是鸭子，只是长得像鸭子而已。海上求生，我杀了2个歹徒，救下了云清瑶，成为了我第1个队友。因为他的木筏被歹徒损坏，就和我一起回到了木筏上。可达鸭自从遇到了这个女人之后，就叛变了，喜欢粘在云清瑶的身上。也不知道阿黄是公的还是母的。我把鱼和肉烤好，又做了一锅海鲜汤，一桌子饭菜让云清瑶直流口水。我可没说过要免费请你吃饭，先交钱后吃饭。切，小气鬼，多少钱？
本来打算跟你要20金币的，不过看在你初来乍到的份儿，打个5折，只收你10金币。不就10金币吗？反正我也用不到，全给你。我可以看一下你的转职证明书吗？看着云清瑶拿出来的转职证明书，果然跟我想的一样。我从海底宝箱获得的转职证明书是神话品质，而它只是卓越品质的，两者之间足足差了4个等级。看来我的转职证明书肯定隐藏了什么秘密，只是跟堕落之剑一样，现在我还没有出发。突然，我想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既然你有转职证明书，为什么在逃命的过程中没有转职呢？转职以后，你还会怕2个没有转职的普通人吗？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呢？在我的指导下，云清瑶成功转职成了法师。这法杖真够丑的，跟哈利波特里面的魔杖比起来，可差远了。可以展示一下你的技能吗？好啊。云清瑶表情逐渐变得神圣肃穆起来。元素之灵，听我号令，出来吧！火球术。怎么样？我施展的火球术还行吧？感觉一般吧。要是你召唤出来的火球再大一点就好了，这样打在怪物身上才会有伤害。还有，你在施展法术的时候，必须要吟唱咒语才行吗？感觉好傻啊！要是你还没吟唱完咒语，怪物就朝你攻击过去怎么办？要你管！云清瑶又展示了另外一个技能：元素之灵，听我号令，出来吧！冰锥术。当他念完咒语，突然从我的屁股下面钻出了一个尖利的冰锥。云清瑶，你疯了吗？哼！很好，这2个技能都很实用，不过就是威力太小了。他并不知道，可达鸭的2个技能远比他的要更加厉害。转眼第2天，我和云清瑶组队，准备进入副本。副本界面里有几10个副本，但是只有第一个1到5级能进入的海岛浅滩是亮着的状态。请玩家选择副本模式。云清瑶的普通和困难模式入场券都用完了，所以我直接选择了噩梦模式。有云清瑶这个老鸟带队，再加上自己有堕落之剑这把黄金品质的武器，我觉得通关噩梦模式的副本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你已进入副本海岛浅滩，祝你好运。海上求生，我们进入噩梦副本，开启战斗模式。来到陌生的环境，可达鸭有点蒙圈。突然，云清瑶大声喊道：“有危险，快闪开！”我看着一只4米多长的鳄鱼向我扑来，趁我不注意搞偷袭，这只鳄鱼有点不讲武德啊！我拿出堕落之剑向巨鳄杀了过去，连砍3剑后，我发现鳄鱼居然足足有2000多血量，要连砍20次才能杀掉这只鳄鱼。萧可，这些鳄鱼的血量和防御好像提升了不少。上次我进困难模式的副本，他们只有1500的血量值。好的，我顶在前面，你在后面输出就行。阿黄，你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不准用技能。云清瑶加入战斗之后，明显感觉到了他自己攻击力比我要少了1半。这家伙的伤害怎么会这么高？难道他那把剑是稀有品质的武器？这家伙该不会是开挂了吧？怎么会有这么多稀有品质的东西？一连串的问题在云清瑶脑海里浮现。就在这时，鳄鱼再次向我发动猛烈攻击，我没有闪躲，而是使用格挡技能。没想到这回格挡竟然触发了击退效果。趁这机会，我使用了刚学的战士技能行冰突刺，紧接着几次挥砍。云清瑶也一直在旁边使用火球术和冰术攻击，终于鳄鱼血条被打空。嚯，竟然比丛林狼的经验值足足多出了1倍。我收集了鳄鱼身上掉落的材料。喂，萧可，这只鳄鱼可是咱们俩一起杀死的，你可不能把材料全部一个人私吞啊！放心，等通关副本以后，材料咱们5-5平分。其实我从一开始也没想过要私吞这些材料。不用5-5分，咱们6-4分就可以，你6，我4。好，还真不客气啊！我和云清瑶向着远处的 BOSS 所在地走去，一路上会冒出一些鳄鱼怪，都被我们一一解决。终于看到了体型庞大、全身血红的鳄鱼王。卧槽，竟然是5级的首领怪！我现在只有2级，和这个 BOSS 的属性值差了不止1点半点。看着向我冲来的鳄鱼王，云清瑶，赶紧用冰锥术减缓他的行动速度。我使用疾风突刺攻击过去。我去，这家伙的防御也太高了吧！紧接着云清瑶的冰锥术也成功击中鳄鱼王。这只血色鳄鱼王虽然有超高的物理防御，但是魔法防御却不高。云清瑶打在他身上的伤害非但没有降低，反而还增加了不少。继续攻击，不要停！一发火球术打中，伤害明显比冰锥术高了不少。有了云清瑶的加入，我确实也觉得自己的压力小了许多。无论是减速效果还是灼伤效果，都极大牵制住了血色鳄鱼王的行动。我趁机不断使用挥砍技能。半个小时，我们2个总算把血色鳄鱼王的血量打掉了1半。突然，鳄鱼王转身向一些小鳄鱼怪爬去。萧可，快拦住他，他要开始回血了。5米长的鳄鱼王拦住谈何容易？我看着他吞掉一只小鳄鱼怪，血量正在迅速恢复。我靠，这家伙竟然还能回血！辛辛苦苦忙活半小时，几秒钟的功夫，全部努力直接付诸东流。阿黄，快用急速冰冻把血色鳄鱼王给冻住！云清瑶愣住了，他
他一直以为可达鸭只是个萌萌的吉祥物，平时就是吃吃睡睡啥的。云清瑶，快用火球术点燃那几具鳄鱼的尸体！鳄鱼王看着自己的食物全都被火烧光，突然暴怒地破开冰块束缚，向我冲来。BOSS 好像发狂了，以咱们现在的实力，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咱们赶紧撤吧。云清瑶当初之所以能够通关困难模式副本，是因为困难模式的 BOSS 血量只有3000，而且当时队伍里有6个人，2人一组采用车轮战才硬生生磨死 BOSS。现在只有我们2个人，再硬拼下去，结果只有死路一条。看来只能使用那个技能了，无尽堕落模式开。海上求生，千钧一发之际，我开启了无尽堕落模式。我对着 BOSS 一阵狂砍乱劈，血条肉眼可见的迅速减少。10几分钟后，鳄鱼王倒地不起，云清瑶和可达鸭在旁边看得愣住了，好像不认识眼前的萧可一样。终于结束了。我看着奖励，获得的经验竟然有500点，我的等级也从2级提升到了3级。这称号竟然能增加10点力量值。据我所知，称号这种东西非常稀有，并不是击杀所有的 BOSS 都会掉落。就比如打掉那头丛林狼王的时候，就没有获得称号奖励。就算使用无尽堕落技能扣掉5点力量值，但是这个称号又给我增加了10点，一来一去还赚了5点，不亏。我打开信息面板，看着大幅度提升的实力，十分满意。我采集了一下鳄鱼王爆出的材料，材料奖励是之前鳄鱼怪的2倍，真不错啊。和云清瑶一起离开副本的时候，系统给出了小队奖励，副本结算奖励是随机的，能爆出多少奖励全看玩家脸白不白。天呐，这奖励也太多了吧！奖励你都看完了吧？我先收进自己的空间背包，等咱们出了副本再一起分赃。回到木筏上，我整理了一下所有奖励。总的来说，我们2人这次下副本简直就是大赚一笔。云清瑶获得了一本法师技能书火焰风暴，以及一件法师武器白银法杖。我获得了一本转职证明书，以及另一本法师技能输引雷术。其余的材料物资全部5分。云清瑶，我已经帮你解决了麻烦，现在我们又通关了副本，所以咱们就此分手吧。难道你就没想过要组个队伍吗？现在新手保护期已经结束，很明显大家组队一起求生，会更容易在这片大海上生存。想过，但是时机还不成熟。那你打算什么时候组建队伍？等我实力足够强大的时候吧。虽然我是全服第一个转职成功的，但实力也就那样。这片大海上有几十亿人口，肯定隐藏着不少强者，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赶上来，所以我得更努力地提升自己的实力才行。等你组建队伍的时候，能不能让我加入啊？当然可以，你必须要变得更强才行。我们组队是为了抱团取暖，而不是为了成为别人的累赘。我可以帮你1次、2次，但不可能一直帮你。只有自己变得强大了，才会赢得别人的尊重，同时也会赢得在这片大海上生存下去的权利。实际上，这些话不光是说给云清瑶的，也是说给我自己的。我告别了云清瑶，离开了小岛，又开始在海上航行，将材料挂在交易市场，很快就卖完了，存款总共有1万多金币了。这样我应该算是万元户了吧？哦不，应该是万金户，兜里有钱的感觉，可真是不错。吃饱喝足后，我拿出获得的转职证明书，只是卓越品质。难道说全世界只有我那本转职证明书是神话级别的？可是我在转职的时候并没有触发隐藏职业啊。我又拿出了法师技能书查看，突然系统出现检测到玩家拥有非战士职业的技能书，由于您的转职证明书拥有全职业兼容性，所以您可以学习该技能。请问玩家是否学习引雷术？什么鬼？我竟然可以学习法师的技能？刚才系统好像说我的转职证明书具有全职业兼容性，那么也就是说，我不仅可以学习法师的技能，还可以学习其他所有职业的技能。我操！原来这就是神话品质转职证明书的作用。我果断学习了法师技能引雷术，感觉自己的身体好像发生了某种变化，我能够轻松感应到周围的雷电元素存在。我默念引雷术咒语，一个雷球出现在手中。看来我不用像云清瑶那样把咒语念出来，就可以使用引雷术。如果每次用技能之前都喊一遍咒语，不光显得很 low， 而且还会暴露技能。刚才我还在吐槽说神话品质的转职证明书跟卓越品质的没啥区别，但是现在看来，这两者的差别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把手中雷球扔进海里，炸出一条飞鱼。哦嚯，威力还算可以，起码可以用来炸鱼。我最喜欢的雷系技能就是火影里的千鸟，以及千鸟的各类衍生技能，千鸟流、千鸟刃、千鸟锐枪等等。如果我能用引雷术开发出类似的技能就好了。我又试了2次后，脑瓜子变得嗡嗡的。应该是我的智力属性太低了，等以后智力属性提升了，雷球的伤害肯定会变得更高。那本卓越品质的转职证明书对我来说已经没用了，我就把它挂到了拍卖场上，竞价出售。打开聊天频道，里面果然炸锅了，大家无一例外都在讨论拍卖的话题，当然也有人扯到了别的话题上。
比如萧可今年多大了，长得帅不帅，有没有女朋友等等。可是真正想要购买转职证明书的人却没有几个，原因无他，只因为我标注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继续在海上漂流，我得到了最想要的东西。在海上打捞着物资，突然弹出私聊窗口。兄弟，还记得我吗？我从你那里买过特殊的飞鱼。靠，当然记得，而且印象非常深刻。哈哈，相识便是缘，萧可大佬，先加个好友吧。玩家钱景生想要成为您的好友，请问是否同意？同意。萧可大佬，那我就不跟你绕圈子了哈。我看见你在拍卖所挂了1本转职证明书，可以便宜一点卖给我吗？最低价1万金币，少1个金币都不卖，谢谢。萧可大佬，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先出4000金币，剩下的6000金币以后补给你。当然，这6000金币是有利息的，利息按天算，每天的利息是5%。你放心，我现在是职业商人工会的会长，绝对不会为了这些钱毁了自己的信誉。虽然这么算下来，光利息就是本金的2倍，但我依旧拒绝了他。对方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那么他就肯定有把握不让自己亏本，到时候被他卖了都不知道。钱景生无奈地退出了私聊。下一秒，又一个熟人发起私聊，是光明工会的会长李光明。萧可兄弟，系统这才刚升级完没几天，你卖给我8000金币，怎么样？兄弟，不是我吹牛，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恐怕谁都拿不出1万金币。一方面，大家现在都是以物换物，金币还不是主流货币；另一方面，咱们这才进入这个世界没几天，谁都不可能这么短的时间里攒够1万金币。哼，这话说的也太绝对了吧！兄弟，实不相瞒，我手里的8000金币还是让手底下几百号兄弟临时凑起来的。以我目前的实力，只能凑到这么多金币，行不行？你给个痛快话。8000金币也行，不过你还要再拿出一件卓越品质的道具才行。我暂时还没有卓越品质的道具，可以用2件优秀品质的道具代替吗？不好意思啊，李会长，咱们有机会再合作吧。堂堂几百人的大工会，显然连1万金币都凑不出来，难道我定的价格真的太高了吗？就在我考虑要不要修改价格的时候，聊天面板再次出现好友申请。萧可大佬久仰大名，时间宝贵，我有话就直说了哈。你的转职证明书我要了，8000金币，另加1张卓越品质的造船图纸。我操，竟然有1张造船图纸，而且还是卓越品质的造船图纸！我这绑定神级幸运系统的玩家都没获得过造船图纸，这人运气也太好了吧！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我和朋友下海打捞铁矿时，没想到竟然发现了一艘古代沉船。这张造船图纸就是从沉船的宝箱里发现的。要是萧可大佬看不上眼，那我也没办法了。成交！多谢兄弟成全，有了这本转职证明书，我就能带着兄弟们下副本了。实不相瞒，这8000金币是我和兄弟们一起凑出来的，虽然有点贵，但是我觉得值。只要我能带着他们通，肯定会越出越多。那就提前祝贺你们了哈。兄弟，我最近成立了一个玩家工会，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加入？哦嚯，竟然又是一位工会会长，怪不得能凑到这么多金币呢。抱歉，我暂时还不想加入任何工会。好吧，既然小可兄弟有其他打算，那我就不强求了哈。以后要是遇到了麻烦，尽管开口，我司徒言绝对有求必应。这次不光赚了1张图纸和一大笔钱，还赚了对方一个人情，这就很 nice， 有18000多金币了，距离2万金币指日可待啊！我平复了一下心情，拿出那张造船图纸。尼玛，竟然需要这么多材料，这他喵的不是明抢吗？我本以为有了图纸能马上开始建造帆船，没想到需要这么多材料，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现在的库存连这些材料的1/10都不到。哎，慢慢来吧，一口吃不成个胖子。我在海上漂流了3天，努力的打捞物资。今天准备开始做午饭时，突然一只飞鱼跳到了木板上。哟呵，我刚要准备做饭呢，你丫就自己跳上来了，还挺自觉的啊。啪嗒一声，又一条飞鱼跳到了木筏上。哦嚯，还有这种好事！可达鸭突然冲我叫了起来：“阿黄，你说这片海域有危险？”我向海里看去，只见周围飞鱼密密麻麻的，场面十分壮观。这是什么情况？接下来我发现这些飞鱼原来是被许多体型巨大的大马哈鱼围猎了起来。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啊，对，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正当我想坐收渔翁之利的时候，突然一条大马哈鱼开始猛烈的撞击木筏。想死是吧？老子成全你们！全民穿越海上求生，我摊牌了，我也馋他的身子。看着大马哈鱼的属性介绍，我的肚子不争气的开始叫了。在我和阿黄半个小时的努力后，我们终于猎杀了20多条大马哈鱼。
其中还有3条是可以增加玩家属性的特殊品种。每种特殊的鱼类只能增加玩家1点属性。我把2条分别送给了云清瑶和司徒言。有时候和朋友联络一下感情还是很有必要的事，毕竟想要组建自己的队伍，必须要有几个真正信得过的朋友。谢谢你，自从跟你分手以后，我这几天一直都住在狼王岛上，托你的福，这座岛上的树木全都被我砍光了。看在你送我这条大马哈鱼的份上，我分你1半木材吧。好家伙，云清瑶这是化身光头强了吗？竟然砍光了狼王岛上的所有棕榈树！天哪，这条鱼竟然可以增加属性，你真是太客气了，小可兄弟。为了表示感谢，我特意挑了一件东西当做回礼，希望你不要嫌弃。优秀的矿产，这个工具不错啊，正好打算过段时间就去海底采矿。虽然可达鸭偶尔会采矿，但是他3天打鱼2天晒网，想要攒够造船的材料，估计得猴年马月了。看着1000个木材和优秀品质的矿产，我觉得自己并没有亏本，反而大赚了一笔。我把特殊的大马哈鱼吃了之后，不忘拍张照片发到聊天频道。大家在海上生活都挺不容易的，每天风里来雨里去，还要辛辛苦苦的打捞材料，光是想想都让人心疼。现在是时候给他们发一波福利了，哎，谁让我心肠软呢？看着聊天频道的消息，我满意的点了点头。看来大家都很感激我发的图片。打开人物信息面板查看，果然力量值增加了1点。虽然只增加了1点属性值，但是蚊子再小也是肉啊。第2天，我遇到了第2座岛屿。这次我要好好采集一下资源，毕竟除了小岛上的资源，小岛周围的海底也有不少资源，比如金属矿、粘土、海草之类。上次都没采集，便宜云清瑶了。想着遇到5级以下的怪我都能自己解决，如果遇到5级以上的扭头跑就行了。而可达鸭现在还太弱，也帮不上什么忙，于是就把它留在海滩上。我自己登了岛，走了没多久，我突然听见前方一阵怒吼，悄悄看过去，居然看到一只野生佩奇和一条蛇在对峙。乖乖，竟然是一条精英级别的眼镜王蛇，一蛇一猪正在大眼瞪小眼，谁也不服谁。你瞅啥？瞅你咋地？我非常好奇，一个3级的精英怪和一个4级的普通怪，究竟谁的实力更强一些？我拍了张照片发到聊天频道，大家猜猜看，哪方会赢？原本冷冷清清的聊天频道立马变得热闹起来。看着不断进账的金币，我有点无语。这帮人真够闲的，竟然还下起注来了。好，我来做庄，等会儿我把结果公布在频道里，绝对不会私吞大家的金币，请放心。可是等了半天，一猪一蛇也没半点动静，看来我得帮他们一把才行啊。于是我向野猪扔了一发雷球，果然野猪怒了。老子祖上好歹也在天庭里当过天蓬大元帅，岂容你一条大长虫对我如此无礼？只见野猪冲向眼镜蛇王，锋利的獠牙刺穿了蛇头，而眼镜蛇的毒牙也咬中了野猪的脖子。他们这是同归于尽了。等我回过神来，我赶紧把这一幕拍下来发到聊天频道，那些下注的玩家一片哀嚎。既然这次下注庄家通吃，那他们也就愿赌服输，很快就各忙各的去了。我看了下背包，这次居然赢了1000多金币，嘿嘿，幸福来得太突然。求生界估计没人比我过得滋润了，小爷我这要什么有什么。我采集完野猪和蛇身上的材料，赶紧回到了木筏上。毕竟野猪是群居动物，往往会成群结队的行动，而且野猪的群体小的有10几20只，大的甚至可以达到上百只。我可打不过那么多野猪。我将没用的材料挂到交易市场上，休息了一下，趁着时间还早，我打算去海底捞点矿石。带着潜水镜和矿产，我在海底找到了一些金属矿石，其中铁矿和铜矿最多。除了矿石之外，还有不少的海草和扇贝。几个小时的时间，我累了就回到木筏上休息，然后继续下海采伐。对了，除了矿石以外，还有一种材料必须要收集一下。在海里，我找到了潮湿的粘土，收集了20块粘土后，我回到了木筏上，将粘土制作成同等大小的砖坯，第2天就可以变成干燥的砖头。之所以要制作这些砖头，是因为建造熔炉必须要用到这种材料。第2天，砖头已经干燥，我打开制造面板，制作出了一个熔炉。嘿嘿，可以烤地瓜，这倒是一个很不错的建议。就在我不断完善木筏上的各种设备时，海上世界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陆陆续续有人转职成功，其中70%以上玩家都转职成了战斗类职业。一部分工会开始崛起，其中受益最大的就是司徒岩的自由者联盟工会。司徒岩发布了招募工会成员的公告，只要加入自由者联盟工会，就免费带通关普通模式和困难模式的副本，成为核心成员以后，免费带通关噩梦模式的副本。公告一出，许多玩家都纷纷加入了他的工会。
短短几天，自由者联盟工会就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工会一举成为 C 区海域实力前10的大工会。司徒言也对我心存感激，所以没事的时候就会和我聊天。我们两人的亲密程度简直可以用如胶似漆来形容，哦不，应该用情同手足形容更合适一些。他向我提起了 C 区前11个叫海贼联盟的工会，他们会长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叫王路飞。好家伙，一看就是想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阿言，海贼不是生活类职业吗？他们怎么成了实力前10的大工会？你应该还不知道海贼的职业技能吧？海贼拥有2个初始技能，一个是侦察，另一个劫掠。侦察技能不光可以侦察周围的敌情，还可以侦察海底是否稀有矿产或者宝物。他们通过这个技能找到了好几座海底金矿，并且将它们冶炼成了可以使用的金币。可以这么说，海贼联盟工会是目前财力最雄厚的工会之一。除此之外，他们还可以用劫掠技能大肆掠夺其他玩家的材料和食物，因为这是海贼的天赋技能。只要他们不恶意杀害玩家，就不会受到系统的惩罚。系统为了保护玩家，设置了一个恶意惩罚功能，如果恶意杀害或者劫掠其他玩家，会立刻成为红名玩家。抓捕红名玩家，系统会奖励大量金币或者稀有道具。正因为如此，一些玩家悄悄做起了赏金猎人，专门抓捕红名玩家获取奖励。可是他们对海贼这种职业的玩家却是无可奈何。原来是这样，小哥，我跟王路飞打过几次交道，虽然和他算不上朋友，但是如果有海贼找你的麻烦，你只要报上我的名号，他们是不敢把你怎么样的。谢了，阿言。这你就客气了哈。我们工会能发展到现在这种规模，全都是因为你当初把转职证明书卖给了我，这份恩情我会一直记在心里的。第二天我从岛上打猎回来，发现海边居然趴着一个人，我去，竟然是个小萝莉。在我用了各种急救方式后，他终于醒了过来。然而看到我之后，他就开始哭。小妹妹，你别怕，我不是什么好人。哦不，我不是坏人，你可不可？不，我是跟父母一起穿越过来的。2天前，我们遭遇了一场风暴，为了保护我，他们……如果他们在天有灵，知道你还活着，肯定会很开心的。我把他带到我的木筏上，给他准备了吃的。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萧可，今年21岁，已经转职成了战士。你呢？我叫莫小鱼，今年14岁，我前几天刚转职成了工匠。我擦脸，这个小萝莉竟然是工匠职业，那你会造船吗？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因为我这几天发现我根本看不懂造船图纸。只要有图纸，我就能把船造出来。小鱼，你以前造过船吗？玩具船算吗？